我家拆迁分了8000万，可妻子却一点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就在几天前，她刚刚成了我的前妻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就是因为你家房子拆迁，有拆迁款才跟你结婚的。现在房子不拆了，我也不打算跟你耗着了。买房首付加了你的名字，车子也是婚后现买的，按照平均分割来算，我得给你100万，还要现钱。对，你不给钱，我就闹你婚内强奸。我笑了，3个月纯赚100万，这比很多集团公司都暴利。我虽是孤儿，但不是傻子。我掏不起，除非把房子车子卖了变现。但是翠花，我虽不是小气的人，可我觉得你有点欺负人了。说句难听的，我就算连续3个月找个疙瘩，也花不了这么多钱，还天天都是新鲜的。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我现在不想过了。我不禁有些怀疑翠花跟我结婚的目的，难道她是捞女，就是奔着分割财产才跟我结婚的？可想想又不太可能。我和翠花的婚期虽然不长，但小学就是同学，她的长相和身材都很 nice， 就算当主播也是走颜值路线的那种。要真是个捞女，完全有条件去找那些富二代大老板。同样的流程，换个对象，她能拿到的钱至少也是100万的几倍，甚至几十倍。思前想后，就一个解释：翠花太拜金，和我这个孤儿结婚也只是为了拆迁款。可虽然现在房子迟迟不拆，但她也没必要离婚吧？难道她外边有人出轨了？你这样，咱们先谈谈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，王铁锤，你听好了，我就给你3天时间，要么签字办手续，要么上法院。翠花根本没有想谈的意思，转身就进了卧室，砰的一声关上门，门上还传来碰撞后发出的声响，声音不大，应该是她把枕头扔了过来。她还生气了。自从结婚以来，我还是头一回这么窝火，忍住踹门而入的冲动，决定出门喝点酒消消愁。我一直喝闷酒喝到后半夜才回家，回家鞋也没换就进书房睡着了。然而没想到就是这个没换鞋的举动，让我接下来听到了无比巨大的信息量。等我醒来时，已经到了第2天中午，刚准备拉开书房的门，就听到外边响起了开门声和说话声，吓得我一哆嗦，握着门把的手立刻松开了。王铁锤不在家。我怔了一下，随即分辨出来，这不是翠花的好闺蜜白如莲吗？她怎么来我家了？不在，拖鞋还在门口扔着呢。昨晚听我说要离婚的事，估计有点想不通，直接就走了。这个点肯定是去上班了。嗨，要我说她不同意也正常。谁叫你长得这么漂亮？我要是个男人，肯定也舍不得跟你离婚。每天在床上搂着个美人睡觉，傻子才愿意打光棍呢。白如莲摸摸翠花的脸，调笑道。随后2人开始嬉笑打闹，还顺带着聊起了夫妻之间的事。那些话我一个大男人听了都脸红，在我面前翠花可从来没这么开放过。唉，我也是点背，一而再看走眼。这次把赌注压在王铁锤身上，没想到还是输了。赌注？那又是什么东西？我忽然发现翠花身上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，刚才没有开门而出是个明智的选择。好了好了，3个月而已，再说你也能捞一笔，总比之前那个包二强吧。包二又是谁？当初你说孙子是做生意的，钱多到花不完，老娘主动贴上去，让他白睡了1年，才发现他就是个穷鬼。房子车子都是租来的，后来你又给我介绍包二，他确实有钱，可你没告诉我他有老婆啊。老娘稀里糊涂给他当了2年的二奶，打了3次胎，结果人家老婆找上门来，1分钱没捞着不说，还挨了顿打。王铁锤也是，你说他家要拆迁，催着我赶紧跟他结婚，我厚着脸皮把婚结了，结果又不拆了。你到底有谱没谱啊？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叫孙子的？短短几句话，信息量巨大。我意识到和我结婚的田翠花并不是我认识的翠花，她的感情史远比她告诉我的更加荒诞丰富，而且她捞女的身份真的坐实了。我果然是她捞金的第3个目标。计划赶不上变化呀，我还不是为了你好，要不我费这劲干嘛？孙子的事是我的疏忽，可那混蛋装得太像了，连我都骗过去了。可包二那事不能怪我呀，你俩玩得太野，都不背人了，被发现不是早晚的事。再说王铁锤，你都奔30的人了，我还不是想让你以后有个好归宿？知道我为了这件事费了多大力气吗？光是王村我就去了4、5趟，拐弯抹角打听王铁锤家有多少地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，5000多万啊！你后半辈子就荣华富贵了，谁知道说好的事又变卦了。王村不拆了，我忙前忙后还落个埋怨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你要再这样，那我现在就走，以后的事你自己想办法。好了好了，都已经这样了，再说这些也没意思。我现在都后悔死了，结婚的时候怎么没多问王铁锤要点彩礼，不然现在还能多落点钱。翠花抱着胳膊生起了闷气，估计当时她象征性的只要了那点彩礼，是担心开价太高会吓到我。万一我因为彩礼不结婚，那她所做的努力可就白费了。本想着以身为饵，想钓上我这条即将成为拆迁户的大鱼，没想到谣言害人，我这条大鱼变成了小泥鳅。现在后悔也没用了，当务之急是赶紧跟王铁锤离婚，把财产分到手。他虽然没什么钱，可蚊子再小也是肉，我都替你算过了，要是按照协议上的条件来分，你也能分个100万，3个月时间换100万也不少了。
除去生理期，1天1万，你就算出去卖也挣不了这些钱，就当是被王铁锤花钱睡了。白如莲掰着手指给翠花算账。倒也是。躲在书房的我不禁摇头，忽然觉得离婚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没有拆迁也是上天对我的眷顾，要是我真拿到了那5000万，恐怕这辈子都被蒙在鼓里。两人随后又核对了一番离婚协议上的财产分割明细，确认没有遗漏导致自己吃亏才放心。如莲，我现在有点犹豫。你说我都30岁了，女人的花期马上就过了，将来再想靠这张脸吃饭恐怕也不容易了。跟王铁锤结婚这3个月，我觉得他人还不错，对我也挺好，是个踏实过日子的。再说他工作稳定，一辈子都有保障，不离婚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，无非就是不能大富大贵。我见过的男人不少，经历的也多，有时候想想踏踏实实过日子也挺好。他这是动摇了，不过我心意已决，就算翠花后悔，这个婚我也离定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吓得赶紧调成静音，随后接听。你好，我是宋庄村委会的，请你尽快回来签拆迁协议。不是说不拆了吗？原先的计划确实是不拆了，不过市里要规划新区的事是真的，你父亲的宅基地也确实在第一批拆迁名单中。不过后来因为地理位置和环境的缘故，市里又重新规划了新区的建设范围，补偿方案没变，是王村被择出去了，但是宋庄被拉进来了。你母亲一家在宋庄已经没有亲属，但还有外公外婆留下来的耕地和宅基地。你外公外婆去世后，母亲是唯一的继承人，如今你母亲不在，继承人的身份就自然落在你头上了。哟呵，还能这样？那这次我大概能得到多少补偿款？你母亲家的面积要比父亲家在王村的更大20亩耕地，外加6亩宅基地，这么算下来的话，大概8000万。卧槽！我忍不住惊呼出声，下一秒又意识到自己好像暴露了，赶忙捂住嘴巴走远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听见客厅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下一秒，书房的房门被打开。王铁锤，你刚才说要分多少钱？王铁锤，你怎么在家？你在跟谁打电话？你刚才听到什么了？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，但好在我刚才反应快，早在他们开门之前躺到了床上，装作刚睡醒的样子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才刚睡醒好不好？我装作下意识的看了眼手机。卧槽，12点了。翠花，你怎么不叫我一声？我今天还得上班呢。翠花看着我一阵无语，我装作着急的样子，赶紧穿好衣服向外跑。那个，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，估计今晚是要加班了。你爱回不回，别忘了，你只剩2天时间了。没等他话说完，我就已经跑出门外。刚才的一幕着实令我心惊，要真是被他们2人发现我家拆迁，而且拆的比以往还多，恐怕我这辈子是甩不掉他们了。你不是说他不在家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回家连鞋都没换，那他该不会听到我们的谈话了吧？不可能，他这个人我知道的，睡着之后跟个死猪似的，我就算在他旁边找男人，他都不可能知道。那就行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刚才的话让我感觉很危险，趁早收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，还踏踏实实过日子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就算你后悔了，不想跟王铁锤离婚了，可你以前做的那些事，你敢保证他永远都不会知道吗？还是说你觉得以他的个性，能接受自己的老婆是个这种货色？醒醒吧，你与其将来丑事败露，还不如趁现在赶紧把婚离了，钱拿到自己手里才是最实际的。我知道了，姐妹，我也是为你着想，别因小失大。什么感情啊，良心的，都是狗屁。咱们女人吃的就是青春饭，长得再漂亮也有老的一天，到时候还得靠自己。你也不想再过10年满脸皱纹，连美容保养都做不起。唉，买个菜还得捡便宜的挑吧。趁着你还有资本，搞钱才是王道。只要手里有钱，想过什么样的日子都不是问题。是，我也清楚这个道理。刚才鬼迷心窍了，搞钱，先搞钱。翠花挤出一个笑容，算是认可了白如莲的说法。离婚的事你抓紧点，最好1个星期内把手续都办了。主要是钱，一定要打到你卡里才行，不能打欠条。至于王铁锤是卖房卖车还是借外债，都跟你没关系，一定要现钱。放心吧，最多1个星期。等王铁锤下班回来，我就逼着他签字。他有正式工作，要顾及影响，不会闹到上法院打官司的。那就说定了，等拿到钱，我陪你出去玩几天，散散心，顺便做几个改造的小手术。夏家我都帮你联系好了，是个老头子，很有钱，结过3回婚，老婆都死了，回来就能领证。啥？翠花的眉头一下皱了起来，好像不太能接受自己的下一任丈夫是个老头子。嫁谁不是嫁？有钱不就行了？你又不是18岁的小姑娘，能挑选的机会不多了。这么老，万一他活不久呢？就是要他活不久。我查了，他没子女，遗产默认给配偶。你嫁过去后好好照顾他，比如每天给他炖补汤，万一被发现怎么办啊？到时候先让老头给50万彩礼，你俩再领证，
再加一份婚前协议。你只要别留下证据，谁能怀疑？而且啊，那老头子就喜欢你这种风韵犹存的少妇，这么多年因为好色都把身体掏空了。你加把劲，最多2、3年就能把他榨干，到时候他的都是你的。就算王村拆迁了，10个王铁锤绑一块，也不如人家有钱。哼，无儿无女，也没人跟你争遗产。白如莲苦口婆心地劝说翠花不要计较对方的年龄。倒也是，不过你可拿准了，别再弄出个冒牌货来。要是什么都没有，我得恶心死。放心吧，我都核实过了，市中心商业街3栋楼收租，每月进账200多万，傍上他，你几辈子吃喝不愁。白如莲拍着胸脯保证。两人又密谋商议了一番细节，白如莲起身准备离开。姐妹，这次的机会来之不易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我那个品牌区域总代理的事就靠你了。翠花把她的好闺蜜送走后，独自沉思了一会，也拿着包离开了。而我此时正坐在车里思索着，翠花和我结婚根本就不是所谓的情到深处水到渠成，这场婚姻就是针对我的设计，准确的说是个阴谋。还有白如莲，她一直扮演着军师的角色，唆使翠花跟我结婚，教唆翠花跟我离婚，还不停拉皮条，给翠花介绍男人。凡事都有动机，白如莲自然不可能因为她和翠花是闺蜜就这么积极主动，这其中还肯定有利益牵扯。这2个女人各怀鬼胎勾结在一起，坑骗我这个老实人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用再讲什么情面了。晚上我特意约同事在外边吃饭喝酒，一直拖到将近12点才回家。期间翠花给我打过几次电话，我都没接，发的那些消息也统统已读不回。一进家门就看到翠花拉着脸坐在沙发上。王铁锤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拖着不回家就能解决问题了？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优柔寡断？我坐下来盯着翠花看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昨天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个婚必须离。可以啊，离吧。翠花一下子怔住了，毕竟昨晚我一拖再拖，也不肯在协议书上签字。或许像翠花这样的女人，不管多大岁数，内心都住着一个小仙女吧，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全世界都应该围着自己转。那签字吧。签字没问题，不过这协议上的内容得改改。你不想给钱？没说不给，可都要离婚了，咱们2个从此一拍两散，我总不能再继续当冤大头吧。王铁锤，没想到你这么小气。哼，要离婚了就露出本来面目了，在钱上跟我斤斤计较。都说一夜夫妻百夜恩，枉我还把你当成好男人。唉，我看错你了，原来你和那些狗男人没区别，对我都是算计。看来我跟你离婚是最好的选择。翠花有点破防了，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，站在道德层面指责我。我抓住翠花话里的重点，反问道：哪些狗男人？你指的是谁？我就是打个比方，王铁锤，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，就说离婚的事。现在不就在说离婚的事吗？我同意，财产分割方面按照法律标准来，该给你多少给你多少，我一分不多占。我咨询过律师了，婚后购买的物品和工资收入可以算作夫妻共同财产，至于购买房子车子的钱财来源都是可以查清楚的，毕竟咱们3个月查起来并不难。现在的法律条文已经很完善了，按照咱俩的情况，你差不多能分4万左右。重新起草协议，我签字，明天就可以去办手续。我简单给翠花普及了一下法律常识，这可不是信口胡诌。我今天真的找律师咨询过了，只要我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翠花要想离婚，就只有走起诉离婚这一条路。而现行的法律规定，除非是我自愿，否则翠花的财产分割要求根本得不到支持。房子是我婚前买的，车子是用我父母留下的钱买的，唯一的纠缠就是婚后这3个月的收入与支出。4万块钱已经是翠花能分到的上限了。想得美，4万块你打发要饭的呢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没门。要么就按照协议书上的分，要么咱们就打官司。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没个说理的地方了。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去法院起诉吧。从递交起诉书到法院受理，再到开庭，庭下调解，最后出判决，至少得3个月的时间。你要愿意闹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咱俩之间唯一纠缠不清的财产，无非就是婚后这3个月的房贷，还有咱们2个的工资收入以及日常支出。这笔账要算清楚很容易的，别以为你列了堆乱七八糟的账就能作数，法院也是要核实的。不过事先声明，要离婚的是你，起诉书也得你准备，别指望我。我耸耸肩膀，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翠花傻眼了，她万万没想到我竟然会是这样一个态度。王铁锤，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？咱们夫妻一场，这样闹到反目成仇你才罢休吗？打住，什么叫我做的绝？离婚是你提的，我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已，没逼你也没占你便宜，难道非要我砸锅卖铁给你才对？再说反目成仇的是你好吧，我没打你没骂你，结婚高高兴兴的结，离婚痛痛快快的离，这不挺好吗？至于夫妻一场，本就是散伙各自飞而已，你敢说你提出的条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？都到这份上了，装委屈装可怜也没意义，要么改协议，要么打官司，你自己选，做好决定告诉我。说完我直接进书房玩起了游戏。在离婚之前，我是不会去卧室睡觉了，一来觉得恶心，再者也担心翠花又出什么幺蛾子，
万一再弄个违背妇女意愿之类的罪名给我就麻烦了。没过多久，翠花急急忙忙出门了。不用想，肯定是去找白如莲商量对策去了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下班我就在家中见到了白如莲。刚坐下，翠花就跟我打起了感情牌，先是回忆往昔，细数学生时代的种种美好，紧接着又开始盘点婚后这3个月的点点滴滴。王铁锤，其实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，虽然这2天咱们因为一些误会闹得有点不愉快，但这并不影响你是个好人。我不后悔嫁给你，可感情这事说不清道不明，谁也不能强求。咱们好聚好散不好吗？就算分开了也能做朋友，万一将来我们经历了人生的磨砺，也许会发现彼此才是最合适的，重新在一起也不是不能。翠花一脸情真意切地看着我说道：好家伙，我简直要石化了，这得多自恋的人。停，你在这演韩剧呢，又是深情又是悲情的，有什么事直说吧，别浪费大家的时间。看见没有，这就是你嫁的男人，本来面目都露出来了，暴躁、没耐心、绝情。关你什么事？让你说话了吗？我是什么人轮得着你评价吗？你算老几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跟翠花说话呢，让你插嘴了吗？自以为是。我跟他谈离婚还是跟你谈离婚？你在这逼逼赖赖什么？你能做主吗？你要能做主，那就咱俩谈；你要做不了主，那就闭嘴在一边听着。王铁锤，如莲是我的朋友，你的朋友又不是我的朋友，咱俩都要离婚了，我还要惯着他。你也是，有话就直说，磨磨唧唧兜圈子算几个意思？不知道浪费别人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吗？我又把翠花数落了一通，两人顿时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坐在那大眼瞪小眼。到底谈不谈？谁谈？你俩赶紧决定，不说话我就走了，没工夫陪你们在这浪费时间。别，王铁锤，我跟你谈。田翠花见软的不行，突然哭着跪下来。铁锤，我知道错了，咱们不离婚好不好？我以后好好跟你过日子。我掏出录音笔，你跟白如莲说3个月换100万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好好过日子？田翠花瞬间变脸，抓起桌上的水杯砸向我。你竟然录音，你这个小人！我赶紧闪身躲开，拿出律师函，要么签4万的协议，要么我现在就报警，告你敲诈勒索，外加人身伤害，你自己选。眼看田翠花气得眼眶通红，握着拳头好半天才说：好，我同意离婚，但是4万块肯定不行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经历了一场买菜时的讨价还价。翠花用商量的口吻，尝试让我接受她制定的财产分割方案，我当然是拒绝的。之后，翠花和白如莲又开始相互配合，一个扮红脸，一个扮黑脸，在原定方案的基础上开始降价。不过降价的幅度不大，一开始是什么电视不要了，沙发不要了，厨卫用具不要了。对于这种糊弄傻子的做法，我直接不予回应，任凭他们说的口干舌燥。我一声不吭，低着头玩手机，直到翠花把所有的家具都给我了，我也没表态。这时候她才意识到用物品当筹码是没用的。和白如莲用眼神交流了一番后，翠花开始掏干货，一万一万的开始捡。我就靠在椅子上看她表演，听累了就说几句，说累了就沉默。直到翠花把要求分割的财产数额降到50万时，我坐不住了。不是我被这个价格打动了，是我实在没耐心听下去了，我屁股都坐麻了。翠花，我觉得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。昨天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4万块多1分都没有。依我看，你还是起诉离婚吧，法院判多少我给你多少。这么耗下去真没什么意思，你们再合计，要么按我说的改协议，要么我等着收法院的传票，其他事就别麻烦我了。说完我站起身，不顾翠花在背后叫我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正准备出门上班，翠花恰好开门进来，眼球里满是血丝，显然一夜没睡。签字吧，按你说的来，一次性补偿女方现金4万元整。看来昨天晚上翠花一直在权衡利弊，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。我痛快利落地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，把协议书递给翠花让她签字的时候，她的身体一直在抖。我明显感受到了她想刀人的心情。签下那份4万元的离婚协议后，田翠花的脸色铁青，身体因愤怒而微微发抖，眼神像是要在我身上剜下一块肉。王铁锤，算你狠，咱们没完。他摔门而去。我知道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结束。果然，当天晚上我就在小某书的直播平台上看到了田翠花。她素面朝天，眼睛红肿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与我记忆中那个光鲜亮丽的她判若两人。家人们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我本以为嫁给了爱情，没想到却跳进了火坑。3个月他就逼我离婚，还要让我净身出户。我这些年付出的感情到底算什么？翠花太傻了，一心一意跟他过日子，结果那王铁锤就是个冷血动物，天天冷暴力，算计他。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爆炸，充斥着对渣男的声讨，人肉他，让他社死，姐妹挺住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第二天我刚到公司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几个举着手机直播的男女围了上来，镜头几乎要对到我脸上。家人们看啊，这就是那个逼老婆净身出户的渣男王铁锤。呸！渣男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？同事们的目光复杂而异样，领导也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语重心长的让我注意影响，尽快处理私人问题。我感觉自己像被一张无形的网紧紧缠住，几乎窒息。面对滔天的舆论，解释和对骂是最愚蠢的选择。我必须用他们最擅长的方式，摆证据来打碎他们精心编织的谎言。你想立深情平妻的人设，我就让你看看
你这3个月到底过着怎样的贫苦生活？我注册了一个名为真相不怕火炼的账号，发布了第一条内容，一份长长的带有时间的网购订单截图。结婚3个月，为你购入的日常用品，这就是你口中的净身出户和贫苦生活。紧接着，我发布了第2条内容，几张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。100万少1分都不行。王铁锤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不给我钱，我就闹得你身败名裂。你要的感情，这就是你沟通离婚时对我这个冷暴力丈夫说的话。法律告诉我，我只需承担4万，但我愿意为你虚构的感情多付这4万，以示仁至义尽。这2条证据确凿的内容，如同投入沸水的冰块，瞬间让舆论发生了逆转。卧槽，这反转！3个月买这么多奢侈品，这女的语言这么泼辣，跟直播里楚楚可怜的样子完全2个人。支持男方用证据说话，捞女实锤了。田翠花的直播间被求解释，捞女的弹幕刷屏，她匆忙下播。网络上的势力让田翠花和白如莲彻底疯狂。我收到律师函，田翠花以婚内出轨为由，向我索要巨额精神损失费，并附上了一张暧昧照片。王铁锤，你只要答应我最初的100万条件，我就撤诉，否则咱们法庭上见，让你和你的小三都身败名裂。我直接请我的代理律师和一位公证员来到了超市。李律师、张公证员，麻烦你们了，这就是照片上的地方和照片里的女士。老板，我可以作证，那天您只是和我正常交接工作，这照片是恶意 P 的。公证员全程录像，律师调取了超市那个时间段的无死角监控，画面清晰显示我与林小燕始终保持正常的社交距离。同时，我提供了婚后3个月几乎每天加班到深夜的考勤记录和小区车库监控，证明我根本无暇踏步。王先生，请放心，对方提供的证据存在明显瑕疵，且我们有完整的反证链条。他这种行为已涉嫌伪造证据和诽谤。在法律的威慑下，田翠花和白如莲同意进行最后一次私下谈判。我知道这是彻底解决一切的时机。哟，王大忙人，终于肯露面了，还以为你又要当缩头乌龟呢。王铁锤，别以为你赢了，我告诉你，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最后一个体面，签了4万的协议，之前所有事我可以不再追究。放屁！100万少1分，我们就天天去你公司闹，去你超市闹，让你永无宁日。你以为在网上发点东西就能洗白了？做梦！翠花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宁愿鱼死网破。对，如莲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哼，王铁锤，从我去王村打听你家拆迁开始，就是为了钱。没想到你是个穷鬼，浪费老娘3个月时间，拿不到100万，我绝不罢休。直播搞不臭你，伪证告不倒你，我还有的是办法。就在他歇斯底里地喊出这句话时，我缓缓拿起了桌上的手机。谢谢你的坦白，从我去王村打听开始，为了钱、直播、伪证，这些够了。你又录音？这次是送给警察的礼物。诬告、诽谤、敲诈勒索，你们刚才亲口承认的，是自己去自首，还是等我报警？面对我提交的这份包含了他们完整犯罪自白的录音，以及之前收集的所有证据链，田翠花和白如莲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。鉴于对方已承认错误并达成和解，且未造成严重后果，我们进行批评教育。王先生，这是你的和解协议书。从民政局走出来，阳光有些刺眼。我看着手里暗红色的离婚证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发自内心的喊了一嗓子：终于解脱了，自由真好！引来了不少人的侧目。上车，打火，一脚油门飙了出去。喂，王铁锤，你怎么都不送我一下？透过后视镜看到田翠花在原地气得直跺脚，我的嘴角微微上扬。都离婚了，谁还管你？手机响起，是班长打来的。铁锤，怎么样？离了？离了，刚办完手续。那就好，晚上出来，哥们儿陪你喝2杯，庆祝你脱离苦海。好，车子汇入车流，如同我的人生终于甩掉了沉重的枷锁，驶向了新的方向。不久后，小学班长来我家里做客。行啊，铁锤，拆迁款到手了，我就说你小子有福气。对了，你前妻田翠花出事了。他那种人出事不是早晚的事吗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看群里都传疯了，他跟你离婚后，不是立马跟白如莲介绍的那个老头，就是叫张富贵的那个住一块了吗？结果才3天就被人家保姆抓了现行。关键是这事丢人呀，翠花他们村里都传遍了，他父母都没脸在村里待下去了。班长把详情跟我说了一遍，听完后我也是一阵唏嘘。原来翠花跟我离婚后，就按照原定计划，在白如莲的介绍下勾搭上了那个包租公老头。那老头也看上她了，就在饭桌上给她发了个大红包，然后翠花当晚就搬到老头那去住了。只是没想到这一住就闯祸了。翠花趁张富贵睡觉，翻他床头柜找银行卡，被保姆撞见了。那个贱人心真黑啊！老爷本来就有糖尿病，每晚都要打胰岛素，他竟然偷偷给老爷的炖汤里加降糖药，这是想要老爷的命呀！你说他胆多大？人家保姆早就觉得他不对劲，偷偷盯着呢。这下好了，人赃并获。张富贵气得直接报了警，现在田翠花还关在派出所里没出来呢。哎，当初他要是踏实过日子，别总想着走捷径捞钱，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。踏实，他要是能踏实，当初就不会跟你离婚了。对了，还有白如莲也跑了。张富贵说他是同伙，帮着翠花骗钱，现在正找他呢。听说白如莲吓得连夜回了老家，连工作都辞了。王铁锤抬头看向窗户外，轻轻叹了口气。他忽然觉得
比起那些靠算计得来的钱，现在安稳的日子才更让人踏实。行了，不说他了，回去。这苹果是我妈刚从老家寄来的，你尝尝，甜得很。以后啊，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，别再想那些糟心事了。谢了班长，晚上别走了，我做饭，咱哥俩喝2杯。田翠花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背着褪色的帆布包，从看守所大门走出来，眼神空洞地看着来往的车辆。她犹豫着拨通母亲的电话，听筒里却传来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停机的提示音。再拨父亲的，同样如此。田翠花站在路边，眼泪突然掉了下来。她想起入狱前，父母曾来派出所看过她一次，母亲哭着说：“你太丢人了，我们没你这个女儿。”父亲则一句话没说，只是摇了摇头。那时候他还以为父母只是气话，没想到现在他们真的彻底断了和他的联系。田翠花坐在长椅上，翻着手机里的通讯录，最后找到白如莲的号码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拨通电话，却只响了一声就被挂断，再拨就显示正在通话中。白如莲，肯定是他害我，要不是他介绍张富贵，要不是他教我家药，我怎么会坐牢？中午，田翠花根据之前白如莲提过的地址，找到这家藏在巷子里的小饭馆。田翠花刚推开门，就看到白如莲穿着油腻的围裙，正端着盘子往后厨走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还沾着面粉。白如莲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把我害成这样，就想不管了？你疯了？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自身都难保了。白如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法院传票，上面写着张富贵诉白如莲参与敲诈勒索，要求赔偿50万元。她把传票塞回口袋，脸上满是疲惫和恐慌。警方还找过我，说我给你介绍孙子、包二都是虚假对象，涉嫌欺骗，现在还在调查我。我要是不躲到这儿打工，早就被抓了。那我怎么办？我爸妈不管我，亲戚也不帮我，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别问我，是你自己贪心，非要给张富贵加药，跟我没关系。你赶紧走，别连累我。田翠花愣在原地，看着白如莲忙碌的背影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她终于明白，所谓的闺蜜不过是互相利用的工具，一旦没了利用价值，就会被弃之如敝履。离婚的3个月后，铁锤捐献给村里的王村留守儿童之家已经运转如常。王铁锤正和工人一起安装秋千。铁锤呀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这200万捐得值，村里的留守儿童终于有地方看书玩耍，你可是帮了大忙了。村长，您客气了，我小时候也是孤儿，知道没爹娘照顾的苦，能为孩子们做点事，我心里高兴。叔叔，谢谢你给我们建的房子，这里好漂亮，我以后要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铁锤又拿出800万盘下了一个店面，打算做个小超市。装修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墙上写上拒绝投机取巧，他是赚钱最稳这8个大字。小叶，今天人挺多的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老板，咱们超市的东西实惠，服务又好，大家都愿意来。对了，张阿姨刚才还说想让你多进点家乡的小米，她觉得好吃。你叫我什么？哎呀，咱们这又不是家里呀，老公。我看着小燕羞红的脸，还有超市里忙碌的身影，单亲妈妈李姐正在整理蔬菜区，残疾人士王叔正在给顾客称水果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踏实的笑容。想起以前被田翠花算计的日子，再看看现在的生活，我真的无比满足。傍晚，王铁锤正在锁门，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不远处的路灯下，是田翠花。她穿着破旧的外套，手里提着个塑料袋，眼神躲闪，不敢上前。这袋米你拿着，找个地方好好过日子。铁锤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前不该算计你，不该总想着捞钱。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，以后别再走歪路了，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比什么都踏实。田翠花突然涕泪横流的跪在我面前哀求我。铁锤哥，哦不，老公，求求你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吧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改过自新的。老公，你不是从小就喜欢我吗？你肯定还是爱我的吧？我知道我给你造成了伤害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的。够了，我已经有真心爱的人了，我也不可能再继续当冤大头，你怎么还是这样死心不改？呸，这米送给你真是白瞎了。王铁锤看着田翠花还是跪在楼下啜泣。林小燕端着一杯热茶走进来，递给王铁锤。以后啊，咱们就好好经营超市，好好过日子。月光透过窗户洒在2人身上，超市楼下的路灯亮着，照亮了他是超市的招牌，也照亮了王铁锤充满希望的新生活。